Amazon 再砸150亿美金搞 AI，台湾电商未来应该要如何面对 AI 狂潮？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上次影片讲了美国提高关税将如何影响台湾的电商市场，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集我们来聊 AI 将会怎么改变电商市场终于来了，这个题目想说很久了。那这次我们来讲 AI，AI 会改变世界的这个说法，你应该也听腻了那这次我们就来讲说，现在高手是怎么使用 AI 的。那我会跟你分享 Amazon 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因为 Amazon 是电商祖师爷呀，他有自己的 AWS 自研晶片啊，然后他自己也在搞 AI，还有云端呢那所以我们去看他现在在干嘛，就可以知道未来台湾的电商加 AI 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先讲 Amazon 2024的成绩怎么样我现在讲的都是电商的业绩那北美地区电商业绩2024是3528亿美元，增长率是10%。然后国际市场的业绩是1429亿美元，增长率是9%。那总营收为增长11%。你看这个老大哥就是不一样，他受到吸引跟全球速卖通还有 Temu 的倾销公司，2023年还在亏损，2024扳回一城。然后 Amazon 也在今年的3月宣布了，他要斥资150亿美金来盖 AI 资料处理中心这就证明了他们现在对 AI 是高度重视。接着我们来讲 Amazon 把 AI 用在哪里那第一个是智慧仓储跟物流就是它现在仓库已经有75万个 robot 了机器人不一定长得像人那跑来跑去的像蟑螂的那搬货的东西，那个也是机器人来帮忙协助理货跟出货这样。然后它的机器人是那种专用型的机器人，比方说机械手臂这种机器人，不是现在大家外面疯传的通用型的机器人。那除了硬体层面以外，也开发了仓库管理的 AI 来做库存预测跟补货的提醒。这边讲一下一般我们的电商库存仓储都是怎样就是你先设定一个安全库存水位，你出货以后它就扣一嘛那出到低于这个水哒哒，然后它就跳一个通知给你，叫你记得补货，就是这样。那 Amazon 它导入的 AI 功能是这样，它会分析历史销售记录、季节、天气、节庆等等来做需求的预测。例如台湾现在不是即将要进入梅雨季吗？它就会系统自动判断说，那可能要多进雨具之类的。虽然你这个还有安全库存可是历年来我看其他人卖的怎么样你库存大概备到多少，这是 OK 的。好，那可惜的是 Amazon 没有公布过使用这个系统可以降低多少库存成本，增加多少营收。但我们可以参考 Walmart 的成绩，Walmart 也有做类似的系统，然后说它的误差在3成以下，本地库存库存的成本也下降了2成。那我相信以 Amazon 的成绩绝对是更好的。另外你要知道 Amazon 也会用 AI 来控制价格就是现在 Amazon 上面的商品定价是浮动的嘛未来定价调整的方式是透过机器学习进行，它会参考很多变数，包含商品供需、库存水位、竞争对手价格等等来做判断。但是在2024年12月宣布了本来要协助客服的 Amazon Q 这个生成式 AI 助理，它就可以联动定价、库存等后端资讯，这就很猛咯当这个 AI 助理可以联动后端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给什么？给经营上的建议，就是生意的参谋你的师爷啦。例如说他就是讲一讲，就说你这个品项现在要不要降价5%？因为你竞争对手现在在做活动。那你是卖家你怎么办你就打勾你就按同意啦然后听他话来降价。好，那你降价，对方就会收到通知，那个谁谁谁他这把跟了，那你要不要来降就这样那没完没了，有点恐怖。接着我们来讲Amazon 的其他 AI 应用场景。其实 Amazon 还有很多 AI 的应用场景，像是 AI 客服自动回复客人以外，还可以进行特定操作。例如说，你可以叫这个 AI 客服直接帮你取消订单，怎样怎样的，或是它的商品推荐跟搜寻功能，它也都加入了 AI 技术，不只是关键字搜寻还能做到语义分析跟判断意图。像是以前如果你在搜寻栏上打男生躺起来舒服的椅子，可能找不到商品，因为谁关键字会这样写但是是消费者需求没错。我再举个例子那个把墙弄平的东西就很多人会下这种关键字，这也是 Google 搜寻说什么
目前还有超多的搜寻被创造出来哦，然后他们搞不清楚状况，就是我抢嘛，我把画拿下不是有个洞哦，之前钉钉子啊，钉子把它拔掉有个洞，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哦叫 P 图哦，叫补图，我要知道我才能去找嘛，然后就搜寻叫做把墙弄平的东西，对啊哦，那现在哦有 AI 语义的分析，它就可以去拆解这种需求，然后把你引导到有的没的，像男生躺起来舒服的，引导到人体工学椅哦，然后之类的结果，那这些都是很实用而且很促销、很导购的这个使用场景，导购类型的 AI 啊，哦，那也能够很有效的提高订单数跟购物体验。但这些我们不细说哦，我要把篇幅留给 Amazon 的大杀招哦，因为这东西真是蛮炸裂的。但我看网络上目前没什么在讨论哦，在讨论都是国外，至少我写稿的时候还没有人在讨论。所以我们来讲 Amazon 的大杀招哦，它的大杀招哦叫做 Buy for me 哦 ，Buy for me。那简单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就是 Amazon 搞出了 AI Agent 智慧代理哦，反正 AI 现在就是这样啊。AI 刚开始聊天机器人 ，Sam Altman 他去搞这个聊天机器人，这是很聪明的行为哦，这是交互嘛，你先来交互，好，然后我讲 AI 你不会用哦，你看了会怕，好，我就讲聊天机器人跟他聊天哦，就这样，然后 AI 就普及出去了，哦，行销的天才。那普及出去之后 ，AI 下一步要做什么 ？AI agent， 哦，代理，就是你秘书啦，你这样理解就可以哈，你的助理、你的秘书这样，哦，这是现在全部 AI 就有狂奔的方向。AI 叫聊天机器人，事情还是要我自己做。现在 AI 想要直接帮你做事哦，这样你才会付钱。好，那 Amazon 也要做了哦，想不到吧？大家公认 AI 的下一步哦，就是这个 AI agent， 然后什么揣测，什么 OpenAI 会先发表啊 ，Gemini 会先搞出来，真的通通都有，没有结果是 Amazon 先弄。当然啦，Amazon 弄出来的 AI agent 它也不是通用型的，就电商型哦，电商专业应该是比我还厉害的哦。那已经很足够用了。这边先闲聊一下 AI agent 是什么哦。我不是那个专业哦，可能会讲错啊，讲错的话也欢迎你指正。那 AI agent 的中文应该叫做智慧代理，或是 AI 的代理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它可以帮你自动去执行什么事情，就说你做那么慢，走，我来哦，就它直接帮你把事情做掉。我们一样用电商来举例哈，我讲一个情境，你参考看看，就是你跟 AI 说，我礼拜三要参加 party， 然后要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好，然后这个 AI agent 哦，它就会依照你的喜好。可能是你滑的 IG 啊，哦，可能你滑的 Trade 啊，哦，可能你滑的什么东西来判断说你可能比较喜欢什么款式的高跟鞋，然后跟你推荐2双，哦，你要选 A 还是选 B？哦，那你跟他说选 A 好了，OK 好，他就会查你过往订单记录，去确认你的鞋子都是什么尺寸，哦，然后再综合这个到货时间，因为你要赶那个 party 嘛，那之后就帮你到电商网站去下单，然后备注提醒客服说最晚礼拜2要收到，哦，就这样。整个购物流程中，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你就是出一张嘴，然后选你喜欢哪一个，他把后面的采购流程刷卡他都搞定了。这个就是 AI agent 能做到的事情。那现在 Amazon 也没做到这种程度了，但他已经很厉害了。例如你看这张图，就是它在手机端的页面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框框，你看起来版型就明显跟其他页面不一样。然后下面有个黑色的按钮，就写 Buy for me。你点下去以后，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细节的资料，然后尺寸、价格之类的。然后你再点一次 Buy for me，就会出现它的作业流程。拜访网站确认价格，然后重点是第3点，Purchasing product for you，他直接帮你买产品，猛不猛？他直接帮你下单，帮你花钱呢，这样是不是没有 get 到？那我一样来讲一个情景给你听，就是你今天是一个消费者，你要买韵律服，瑜伽服。结果你在那边滑 Amazon 滑一滑没看到喜欢的，你是不是就去其他平台看？对啊，好，那今天 Amazon 做了什么？就是你可以在 Amazon 上去买其他平台的韵律服，就这样，而且可以直接下单它是用 AI agent 帮你处理了后面什么购买流程啊，也不用跳转网站啊，这边注册会员啊，什么都不用，你就是在 Amazon 上面逛，然后购物流程就跟你平常下单 Amazon 是一样的。更夸张嘞，对不对？那这个功能现在还在测试中，目前只有美国地区手机版的 Amazon App 才能使用。那我相信等这个功能出现以后，正式推出以后 ，Amazon 在美国的地位很难撼动了。你本来会想说 Amazon 抽趴好贵啊，你跑去开独立站结果现在变成 Amazon 的 Buy for me， 把你包进来，你以为是消费者，没有，是人家的 AI agent 跑来给你下单就这样啊，你要怎么跑？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该怎么面对 AI 浪潮哦。那我们最后来讨论，就这个 AI 浪潮来得如此之凶猛啊！这真的很快呢。2023年的11月30号，OpenAI 好，然后到现在2025年的5月，那你看 AI 就已经就是以一个技术来说，它渗透率有个快的，有个迅猛的哦。那人家说什么第4次工业革命嘛？好，那你也看到了这 Amazon 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是怎么活用 AI 的，而且就是用在它的领域哦。那我们刚才列举了仓储、物流、控价等等，那老实说，这都不是我们一个中小型电商能够处理的题目啊，真的是这样。就算你叫台湾的电商龙头Momo 来处理这些题目，他也不一定能够做好。我不是说 Momo 里面的高手不厉害，而是这种 AI 等级的题目，你要训练一个专用的模型，这都是上亿的资金啊，或是需要100亿来评估的如果花10亿台币就能做好的事情，为什么 Amazon 它要做150亿美金这样去投资？那像我们刚才讲的 Amazon，他就说要盖一个资料处理中心那这是怎样？这是150亿美金这样给它干下去呢？这差不多4900亿台币呢。那 Momo 去年的营收1126台币，那 Momo 去跟股东说，我要砸 Momo 那4年的营业额，我要来搞 AI 资料中心，你看他会不会股东轰出去？所以我觉得他大有可为但是 Momo 就没办法啦，真的没办法。就这个 AI 这个赛道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长这样大家比什么？比谁资本厚比谁烧更快比谁还有钱烧，然后一个没钱烧挂了，好挂了，他的市场就是你的，都是就变成很畸形那就巨头神仙打架就对了。那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中小型的电商嘛，哪有办法去做这种竞争？但是你也不能够什么都不准备，不然你真的会被这个浪潮给卷走我现在想到的是，不管你现在是品牌官网啊，是自主开发还是怎样就是去找一个能信任的开店平台来合作，去蹭他们的资源。为什么？就像我们前面讲了，未来这种竞争规模已经不是中小企业可以直接参与的东西，但开店平台可以。我用我们之前开发的系统功能来举例就 Cyberbiz， 好 ，Cyberbiz 我们就搞了个 Cyberbiz Now 嘛，Cyberbiz Now 这是一个功能就是跟熊猫合作，可以直接机车来送电商的订单双方系统串一串，这样消费者在你的官网下单然后送货过来的是熊猫的司机，最快15分钟之内到货。好，那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服务就很多甜点蛋糕店家需要那我们就做了。那我们做了这个服务以后数以万计的店家都可以用到，只要是 Cyberbiz 的系统你就来用想用就用那当然这是怎样？就是开店平台愿意砸钱去说养工程师然后店家是不用多付多少钱这样。同样这个 AI 的模型开发或调整优化，这个也是未来要让数以万计的店家可以用到。那开店平台已经在花时间跟成本跟人力去做了对，所以我才会建议你说你要慎重考虑这就是所谓未来的发展性跟开店平台合作。以前你要搞个100-200万来弄一个不错的官网，然后该有的功能那现在 AI 时代到来这东西真的不是100-200万能解决的事情，因为一路狂奔然后别家的 AI 比你家强你就挂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建议你那开店平台合作，蹭他们的资源，各项资源让自己在 AI 狂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是中小企业老板介入电商 AI 成本最低的方式。好，我知道你又要讲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刚好去Momo就好，人家电商龙头呢，他如果 AI 一定也是比较厉害，好你去Amazon 不就表演给你看了，他的 Amazon Q 这个叫生成式 AI 助理讲好听一点会给你经营的建议那你觉得那个 Amazon Q 他为谁服务？真的为你服务没有他利润最大化目标是谁？目标是他的老板他老板又不是你，他老板是如果在台湾有这个 Momo Q 的话，他老板是 Momo 他会 Momo 的利益最大化就这样然后你撑不住你的毛利然后你要挂了就挂了我们就换下一个人来，就这样。你看虾皮2025收割之年就这样了。你在通路做生意没有不行，就是别人的船上讨生活你就要笑给船长看，不然船长就把你一脚踢下公海，看你要怎么办那虾皮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虾皮对很多不听话的人他是怎么处理的，这支影片你看一下直接让你无法被搜寻到那你猜 Amazon 会怎么样对付不乖的卖家？调降权重真的是刚好而已，这个都是正在上演的事情总之就是我会建议你找开店平台合作未来的战争已经不是巷战了
你拿个小手枪，他妈躲起来没有？未来他妈人家火箭炮，那管他打得准不准那个半径500公尺之内打得中，这样就好了。你身手再好，跑得再快都没有用这巨头跟巨头之间的战争，开店平台养的工程师超过100个，还是有机会去调试训练出自己专用的 AI 来服务他的客户。那你一个中小企业然后电商占你的营收这个比重又不超过50%，你要怎么做这种投资？所以只能蹭了就是蹭这些有资源的开店平台系统商业者们。讲八卦，就是我一直认为电商是非常适合 AI 落地的领域非常适合。为什么？因为电商基本上都在线上，你现在要叫那个 OpenAI 的 O3 模型帮你把房间的地上拖一拖，那个扫地机器人干得比你还好比 O3 还好，就这样它还介入不到物理世界这件事情要交给人形机器人来处理人形问题也很多那这个再谈。总之我就是认为纯电商就是 AI 的舞台，你知道都准备好了，天生适合，因为我们都是纯线上的东西。好，那现在果然这个电商巨头 Amazon Q 跑进来要用，那就是这样。然后 OpenAI 我那边看那个他们的那个 X 以前叫 Twitter 他们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即将要发布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上面让他推荐商品买东西，就导购，你知道 YouTube 也在导购，影片下面可以直接挂商品然后 OpenAI 也在导购，是怎样？这个流量的尽头就是带货，那科技的尽头就是电商，是不是？就这样。所以电商即将马上要被 AI 来席卷下来了。目前看起来跟电商比较没关系的是那个虾皮，不过虾皮一定它在台湾电商 AI 这边一定也有投入了不然就是准备被人家赶过去。所以天生适合电商去野蛮生长的舞台这就是电商这个领域就让 AI 去弄。那我们目前都还没看到 AI 在电商上有什么厉害的举措就做封面图做这个写叙述写客评目前大概还在搞这些东西。那 AI 电商对卖家来讲就是参谋价值上我个人认为那个中小企业老板会买单的东西就是参谋，他就是直接看你后台数据，分析你的产品，分析这整个市场中，然后跟你说你这个产品不太好你要不要换你这个产品你要出杏色因为市场上同类的杏色产品卖的最好就这样生意上的参谋。那目前还没有出现那 Amazon Q 可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 AI agent 就出现了生意参谋这个东西。倒是淘宝啦、天猫啦、京东参谋已经一大堆了对，中国的电商确实跑得很快他们也是拿西方的模型拿来爆改，拿那个 LLM 那个 FB 发布的拿来爆改这样。好，那接下来的电商我看起来我不知道呢，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技术的成分越来越低行销的层级越来越高品牌的重要性越来越重大概就是这样。以前要干出一个购物官多困难你要接金流，你要签银行的合约，你要干嘛现在都是基础建设，然后又在 AI 的加持下搞技术，这东西越来越还好了那谁在行销上能够做得特别出彩特别吸引到流量，那他就会赚到比较多的钱不然你能怎么办？在我们这种小人物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能力去搞 AI 模型训练这个东西调试出自己专用的 AI 真的没有办法。你说你要用那个字节跳动的产品什么扣子然后自己去搭一个智能流程机器人，没有不行你去搭啦我也没看到哪个客户现在反映说这样很好用什么的。他说问题也是很多AI 毕竟就是存在幻觉这个东西然后出来的东西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你哪怕信誓旦旦言之凿凿还给你参考来源，因为点进去你根本找不到那个参考来源。电商就是完完全全活在线上的产业，这就是 AI 最适合的舞台。我们先看巨头神仙打架，看他们能打出什么结果，然后我们这小人物就去蹭开店平台。你不要再自驾了，你自驾你就是没有那个 AI 的东西，你还不是要如果用 WordPress 自己加一个购物站WooCommerce你还不是要采购他们 AI 的东西然后又水土不服，就架站平台架站平台这么多工程师不是吃闲饭的啦就会为客户的利益着想，然后想办法去开发，想办法去调动这些 AI 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大家都各个领域大巨头小巨头都在打架大巨头像 Amazon 国际等级的那我们国内的话通路平台之间那我们这个独立站这个领域
系统商之间都在对干啊。那目前看起来还就是说以前大的系统商、小的系统商泾渭分明那接下来有 AI 是有机会实现逆风翻盘的就小电商的 AI 如果调试出一个很屌的 AI agent 那它可能可以在半年之内就直接逆袭掉这个大电商的地位，AI 就是有这种潜力，所以不知道这个领域毕竟太新了，我们也都还在观察。我先看着国外的资料，看这个 Amazon Q Amazon 的 AI agent 能做出什么成绩那我再来报告。台湾要参考就是直接参考人家现成的成果吧，因为台湾这个比较没有钱啊，没办法这样试啊那而且诈骗又那么的猖獗，在诈骗的那么猖獗的情况之下，你还 AI agent， 我都认为导入跟推动后困难，不知道再研究再观察看看。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